上回我们说到，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在建元新政失败后，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被囚禁在皇座上的高级囚犯，他的脖子上套着2条沉重的锁链，一条在内是馆陶公主和陈阿娇母女对他的政治垄断，一条在外是匈奴对大汉帝国长达60年的战略敲诈。要想活下去，要想真正掌握这个庞大的帝国，他必须砸碎这2条锁链。怎么砸？靠讲道理吗？靠儒家的道德说教吗？不，在权力的丛林法则里，打破旧系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强行引入一个不受旧系统控制的全新变量。在内廷，刘彻需要一场子宫战争来夺回自己的生育主权；在外廷，刘彻需要一场军事豪赌来彻底撕毁那份屈辱的和平协议。公元前139年，建元2年，那只在上林苑里暗中磨牙的猛兽，终于向旧势力亮出了他的第一把刀。今天，让我们翻开大汉帝国最惊心动魄的转折点，看一看这位年轻的顶级猎人是如何用一个女人和30万大军强行重启了整个国家的底层代码。提到卫子夫，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灰姑娘偶遇白马王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在赛博历史学的视角下，皇宫里从来没有爱情，只有资源置换。卫子夫的入宫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算计。当时的后宫是陈阿娇的私人领地。我们上一期说过，陈阿娇为了生孩子花了整整9000万钱去买生子秘方，甚至动用了巫蛊，但结果呢？史记里只有3个字：竟无子。在那个母凭子贵的年代，没有继承人，刘彻的皇位就像建在沙滩上，旧贵族们随时可以像废掉太子刘荣一样，再换一个听话的皇帝。刘彻深知，他如果继续在陈阿娇这棵树上吊死，他的政治生命随时会终结。他必须向整个帝国证明一件事：生不出孩子不是我刘彻的基因有问题，是你陈阿娇不行。这个时候，刘彻的大姐平阳公主出场了。平阳公主是个极其敏锐的政治投资人，她看出了弟弟的困境，于是她在自己的侯府里秘密圈养了10几个出身贫寒、容貌绝佳的女孩。这是平阳公主为大汉帝国筛选的新一代主板。建元2年春，刘彻去坝上祭祖，回城时顺道去了平阳侯府。平阳公主把她精心准备的10几个女孩推了出来，刘彻看了一圈，毫无兴趣。直到开饭的时候，一个叫卫子夫的欧者，也就是歌手，走上堂前。史书上的记载极其暧昧且迅速，帝悦之。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上衣，宣中得幸。仅仅是在换衣服的间隙，在侯府的更衣车里，大汉天子临幸了一个低贱的歌女，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明媒正娶，刘彻甚至连回宫都等不及。为什么这么急？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干柴烈火，这是一场急于摆脱政治控制的越狱。临走时，平阳公主把卫子夫送上刘彻的马车，拍着他的后背说：“行矣，强犯，免之，极贵，无相忘。好好吃饭，努力保重，将来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揭示了卫子夫的真实身份，他不是去谈恋爱的，他是带着平阳公主的政治风头去未央宫里抢地盘的。卫子夫没有让刘彻失望，入宫后不久她就怀孕了。这个孩子的到来就像一颗原子弹在未央宫炸开，他不仅证明了刘彻的生育能力，更向全天下宣告馆陶公主和陈阿娇的恩情绑架到此为止，大汉的皇族血脉不再由你们垄断。陈阿娇引以为傲的那个封闭系统，被一个出身低微的歌女用最原始的生理方式彻底黑掉了。多年后，长安城里流传着一首民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子夫的入宫带来的不仅仅是大汉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结尾，刘彻在上林苑的奴隶堆里暗中提拔的那个卑微骑奴吗？没错，他就是卫子夫的亲弟弟卫青。这对出身低贱的姐弟就像刘彻植入大汉系统的2组超级病毒，姐姐在内廷替他砸碎了陈阿娇的基因锁，而弟弟即将去外廷替他砸碎匈奴人的100年锁链。内廷的破局让刘彻第一次品尝到了打破规则的甜头，接下来他要把这把火烧向北方。公元前133年，建元之变已经过去了8年，刘彻23岁了。这8年里，他表面上装作乖孙子，继续给匈奴送女人、送丝绸，但暗地里，他的太仓里已经堆满了粮食，他的马厩里养肥了战马。他觉得是时候测试一下大汉这台战争机器了。一个叫王辉的大臣给刘彻提出了一个计划——马邑之谋。王辉的计划本质上是一场国家级的钓鱼执法。他们找了一个叫聂一的商人，让他带着大量的财宝去边境秘密会见匈奴的君臣单于。聂一对单于说：“马邑城的县令我已经买通了，只要您大军一到，我就把城门打开，城里的金银财宝、粮食、牛羊全都是您的。”单于贪婪，
他信了，他亲率10万精锐骑兵浩浩荡荡地朝着马邑城扑来。而单于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马邑城周围已经布下了一个死亡陷阱。为了这一战，刘彻几乎押上了大汉帝国所有的流动资金，他出动了整整30万大军。30万，这是文景之治2代人攒下的所有家底，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30万大军由5位将军统领，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只等单于一进城，口袋扎紧，大汉军团就会用重装步兵的方阵把这10万匈奴骑兵搅成肉泥。这是刘彻登基以来下的最大一次注。在未央宫幽暗的大殿里，这位年轻的皇帝正盯着北方的地图，等待着开牌。如果这把赌赢了，匈奴的主力将被全歼，60年的屈辱将在今天彻底洗刷。然而，命运给这位年轻的皇帝开了一个玩笑。君臣单于的10万铁骑距离马邑城只剩下最后100多里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单于突然一拉缰绳，停了下来。作为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单于有着野兽般的直觉。他看着前方的平原，突然感觉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异样。草原上到处都是吃草的牛羊，但是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连一只飞鸟都没有，这太反常了。史书上记载，单于立刻派兵攻下了一个汉朝的边防小亭，活捉了一个叫御史的基层军官。在匈奴人的严刑拷打下，这个御史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把汉朝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的秘密全盘托出。君臣单于听完惊出一身冷汗，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令全军掉头向北狂奔。当匈奴大军逃出汉朝的包围圈后，单于心有余悸地摸着胸口说：“吾得御史，乃天也，此天出我也。”是老天爷派这个御史来救我的啊。而此时埋伏在山谷里的30万汉军还在等待着匈奴人钻进麻袋，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匈奴人早已跑得没影的战报。30万大军在风中吃了一嘴的沙子，连匈奴人的马尾巴都没摸到。提出这个计划的王辉因为害怕担责，没敢率领侧翼部队去追击，最终30万大军灰溜溜地撤回了长安。这场耗资巨大的史诗级豪赌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愤怒到极点的刘彻逼迫王辉在狱中自杀，给全军一个交代：金不朱辉，无以谢天下。听着耳熟吗？曾经刘彻的父亲汉景帝杀晁错时说的也是无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兜兜转转，这个年轻的皇帝终于明白，在帝国的这台绞肉机里，任何人都可以是给全军一个交代的代价。很多人把马邑之谋看作是汉武帝早期的一次重大军事失败，但在赛博历史学的视角下，这场看似失败的行动却完成了汉武帝最想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彻底撕毁和平协议。马邑之围后，匈奴彻底被激怒。君臣单于意识到，大汉再也不是那个只会送女人和丝绸的温顺绵羊了。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入到汉边，不可胜数。和亲的遮羞布被撕碎，两国正式进入了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状态。刘彻虽然赔了钱，丢了脸，但他却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战争合法性。他用30万大军的一次无效动员，逼着整个大汉帝国的文官集团和百姓接受了一个现实：和平已经死了。从今天起，除了打，我们别无选择。但同时，马邑之谋也给刘彻上了惨痛的一课。他终于明白，用旧时代的算法是抓不住新时代的病毒的。汉朝传统的重装步兵和战车方阵虽然力量庞大，但在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骑兵面前，就像是一个笨重的铁乌龟。人家根本不跟你打阵地战，人家看情况不对，一溜烟就跑了。你要对付风，就不能用墙去挡。你要去对付风，你就必须变成一阵比他更狂暴的飓风。刘彻站在未央宫的高台上，看着北方，他需要一种全新的战术，他需要一支全新的军队。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个此刻正在上林苑的密林深处替他秘密训练奇门军的年轻脸庞。大汉帝国的旧战争系统已经死机，下一次重启将是属于那个骑奴的闪电战时代。